近期菲律宾的一些做法呀，显得有点怪异。你看，他一边呼吁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配合我们中国；而另一边呢，却偷鸡摸狗的又去给他仁爱礁进行补给，结果被我们海警船给紧紧的盯死了，他补给失败。那这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做法，它到底是为什么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菲律宾派出补给船给他仁爱礁坐滩的那一艘马德雷山号那个坦克登陆舰进行补给。那我们一看，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控制得非常的严了。我们海警的5204号船呢，那肯定就是把它盯得紧紧的，把它进行驱离。同时呢，我们在周边的一些渔船也进行了配合菲律宾的补给，这就失败了。要说起来，这个马德雷山舰这个就真的是菲律宾搞的一个老赖的一个手段。他是1999年的时候他就说要往这仁爱礁，他往冲滩就坐滩在那儿，坐滩之后就变成老赖，他就不走了。这是一条非常非常老的船了，它原来是二战时期美国的542型坦克登陆舰。那你想想，坐滩到那个上面之后，再加上这个南海地区这个天气又潮湿潮热，腐蚀的损坏的很厉害，菲律宾就中间就进行了加固进行了补给，反正这地方我就先站在这儿了。那么最近呢，就是5月10号的时候这个在东盟第24次峰会的时候，菲律宾就提出来，他主动提出来的大家应该赶快加速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件事情了，咱们尽早要通过那么你说一般来说，菲律宾讲要加快这个准则的通过，这就等于说大家做事情要有一个规则。可是现在他这种又去给马德雷山舰补给的做法，却又是违反着规则。你说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点第一，他现在这个马德雷山舰他当老赖，其实他是在外界宣示主权，说这个仁爱礁应该是归我菲律宾的。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地方再去补给再去加固的话，这其实呢就是这个单方面的向外界强调这是我的主权。那这为后续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些谈判一些条款上来讲呢，他要多拿一些筹码。第二一点呢，菲律宾这边呢，它确实也是要尽快的推行这个规则，因为这是早晚的一个事情，而且这是东盟的一个共识。你就比如说新加坡和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一致，而在南海行为准则里边其实和我们中国争议比较大的是越南和菲律宾。那么越南现在也基本上算是同意了，现在就看你菲律宾了。那么菲律宾在里面后面会出来什么幺蛾子，咱们再慢慢的来看。第三，我们看如果南海行为准则搞出来之后，那明显是对美国不利美国是一直对这个事情在暗中搞点这个搞点那个，偷鸡摸狗的弄这么一点事情出来。因为你一旦这个地方咱们把它规则化了，咱们把它有了这个可循的这具体的规则的话，那你第三方还怎么来去插手你怎么挑拨事儿说这边的危机有多大，要爆发什么冲突，我们的框子都摆在这边了，那你美国怎么去介入呢？况且这个地区的事情由我们这个地区的和相关方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办，这是一个大原则，这和美国的地区霸权是冲突的。最后我们来看你说这个菲律宾，它虽然说是它是亲美的，但是呢它更离不开东盟这个框架。东盟现在的主要意见就是这个要和中国尽快的达成这个行为准则。这个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也提出这个事情包括越南都在这方面需要快一点，就看你菲律宾怎么来办了。那你作为菲律宾，你也不可能跟一个东盟整体来对着干。